来来来，我敬大家一杯。对不起，我来晚了。陆远，今天让你来呢，是有件事跟你说。露露，等等，让同学们做个见证，我今天要向你求婚。陆远，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我跟你说完你就可以走了，不用参加我们上层人的聚会。沈露，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我被魅亚集团高管看上了，你哪儿凉快去哪儿吧。成哥，你看那个癞蛤蟆穷鬼，还想吃我这个天鹅肉。宝贝，咱吃饭去。没钱没势，就连真心都被人践踏，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不会再任人欺负。呵呵，假装喝醉，躺在路边，女人赚钱真容易啊！唉，这个世界终究是活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沈若冰，怎么是他？魅亚集团的老板，他？沈姐，你怎么喝成这个样子？发生什么事了？滚开，少多管闲事。姐姐，别喝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送你回家。我不用你管，我能回去。沈姐，你好好看看，我是陆远。姐姐，别喝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送你回家。我不用你管，我能回去。沈姐，你好好看看，我是陆远，我是你资助4年的学生，我不是坏人。小陆远，你毕业了，我一直都在关注你，你的成绩一直都是最好的。先别说这些了，你住在哪里？我送你回去。清泉港湾，我租的房子。好，我带你回去。我好热。沈姐，你喝醉了，要不我扶你到卧室休息。别走，陪陪我，别丢下我一个人。姐姐，你身上味道好香啊。姐姐，你醒了，早上好啊。你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里？我是陆远啊，昨晚你喝多了，是我把你送回来的，你忘了？昨晚你干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昨天就是单纯送你回来，我只是照顾了你1晚而已，而且不必解释，我不想听，立刻从我家里滚出去！这件事不许对外透露半个字，否则我不会放过你。好，我走，我不打扰你。陆远，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用你管，少多管闲事。要是我能有逆天本事，不用看人脸色，再也不受人欺负就好了。但凡有个系统，我也能逆风翻盘。我操！随口一说，居然成真了！小小年纪，资质绝佳，心性尚可，倒是个不错的小家伙。误闯老夫药园，也算你机缘。前辈恕罪，晚辈无意闯入，贸然打扰，我即刻离开。不必离开，既是缘分，这片万里药园奇珍无数，赠予你，再传你药园心法。发财了！这下我再也不用受穷，再也不用看人脸色，还能帮沈姐姐渡过难关。帮我看看这块石头，估个价。小友，敢问来路？来路干净合法，只管估价就行。我还有很多。你稍等，我去请我们老板。小伙子，这块宝石世间少有，你确定要出手？不用废话，直接开价，货源充足，不用担心后续。3000万，3个亿，我给你3个亿。成交，我店里现金流不足，先转你5000万，剩下的余款1周之内全额结清，你看可行？可以，没问题。
转到这张卡里就行。鄙人刘麒麟，日后有宝贝随时找我，我先去给先生安排转账。好。爸，你就这么信任一个毛头小子，不怕宝石有问题？你不懂，这种宝石世间绝版，绝非凡物。这个年轻人城府极深，来历不简单，一定要教好。你多接触拉拢，别得罪他。5000万已到账，余款1周补清。诚信不错，下次有好物还来找你。小兄弟，要不我找个人送你？行。月月，你去送陆先生。女的啊，开车行吗？小弟弟，看不起姐姐的车技？没有，先带我去花店买一束玫瑰花。我说过，我们不要再有牵扯。衣服落在你家，我来取衣服，顺便跟你解释清楚昨天的误会。衣服我洗好了，进来拿吧。姐姐，昨天真的是误会，我从来没有半点冒犯你的心思。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你今天到底有什么事？你资助我读完大学，我今日专程来道谢。还有，我喜欢你，从很久之前就动心了。你胡说什么？我比你大11岁，我早已年过30，你才刚毕业，你是想吃软饭不想奋斗了吗？我不是贪图你的钱财，我会赚钱会做饭能照顾你，我只是单纯想守护你，不想看你独自承受所有压力。年龄差距摆在这儿，我不可能和你有结果。我资助你是希望你前程似锦，好好打拼，不是让你沉溺儿女情长。沈女士，你物业费拖欠半年，麻烦尽快缴纳。目前资金紧张，暂且先拖欠一段时间。一共欠多少？我来付。补齐2年，预售今年，外加水电费，合计3万。你刚毕业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你的钱来路干净吗？你放心，我的钱干干净净，没有半点问题。钱我会尽快还给你，你先走吧，我心里有事，不想多聊。我看得出你深陷困境，我不逼你，我明天再来看你，你好好休息。这些仙茶滋养气血，调养身心，刚好能治好他的隐气。这株的灵气最足，这一株年份更久，药效应该更好。可以帮我定制精美包装吗？当然可以。这是什么茶叶？我从业多年，从未见过这种品相。这茶绝世罕见，1两我出10万收购，你愿意卖吗？什么香味这么好闻？你怎么在这里？快来尝尝这位小弟弟的绝世好茶。弟弟，茶叶卖点给我呗，价格随便开。数量不多，很难采摘，目前不出售。我出10万1两，再送你本店顶级茶叶。茶叶送你们一些就好。弟弟，给姐姐也留一点好不好？姐姐晚上好好陪陪你。哟，害羞了，这么腼腆呀？赶紧帮我包装好，我还有急事。晚上一起吃顿饭吧，我带了礼物给你。陆远，我都说了，我们不合适。就见一面，送完东西就走，算是我一点心意。那好吧。这种定制礼盒，1两茶叶好几万起步，你哪里来的钱买这么贵重的礼物？茶叶是我亲手采摘的，礼盒只是随便拿的，没那么贵。告诉我，你是不是干了什么不该干的事儿？别纠结这些了，我请你吃饭。随便吃个就好，花钱要懂得节俭，挣钱不易。今天听我的，咱们去顶楼西餐厅，先帮我泡杯茶。好的，先生，请稍等。陆远，要不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放心吧，我请客。先生，您的茶，我们没见过这款茶叶，所以用绿茶的冲泡方式。先生，把店里特色上几分。好的，先生。你别逞强，万一没钱结账怎么办？放心，我自有分寸。先生，这是本店赠送的顶级红酒和至尊黑卡。这个男孩越来越神秘，到底藏着多少秘密？这张金卡全店不足3张，伴手礼价值10万以上。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只是运气好而已，没什么特殊的。我累了，送我回小区吧。要不上来坐一会儿？我还有事，明天再来找你。你好好休息。先
生，请问想看什么车？把店里最贵的顶配车带我看。我就要这辆车，今天必须给我买，不然我们就分手。宝贝儿，最近手头真的有点紧，过段时间好不好？路远，怎么吃不起饭了？跑来 4S 店蹭吃蹭喝了？这不就是你抛弃的前男友，跑来这里丢人现眼？顶配全款落地，全部选配，今天能不能现车实体走？可以，全款顶配360万，全部选配价格更高。就这辆，全款刷卡。先生，您跟我去贵宾室办理一下手续吧。他肯定是骗了沈若冰的钱，我一定要揭穿他们，让他们两人身败名裂。小兄弟，日后有珍宝，务必优先考虑我。放心，少不了你。晚上有空吗？我去你家吃饭吧。那我做饭，你来就好。你歇着，我来做饭。你还会下厨？穷人家的孩子，什么都会做。没想到你的厨艺这么好，太好吃了。喜欢我以后天天给你做。别胡思乱想，我们不可能。我送你的茶叶怎么不像？我想把茶叶卖掉换钱。为什么？公司出了重大危机，资金断裂，货源短缺，负债累累，我走投无路，只能卖掉你的礼物周转。别怕，有我在，所有困难我都能帮你解决，不用委屈自己。陆远，陪我出去散散心吧。好。小区有钱人真多，又有人提豪车，你喜欢吗？有车固然方便，没必要太过奢华。谢谢你这几天一直陪着我，这么多年，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西城恩义助我求学，今尽余生与你安闲。纵使前路风雨漫漫，我亦挺身护你周全。但是我们终究不合适，我比你大11岁，而且我天生无法生育，不能给你传宗接代，我会是你的累赘。我把所有能卖的都卖了，不知道为什么，公司和一个无底洞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能生育又如何？我们可以建孤儿院，守护无数孩童。公司危机，我陪你一起度过，解决所有麻烦。天塌下来，我替你扛。这辆车送给你。不，我不能收。想哭也告诉我，你看，太阳让温暖不休。我配不上你，我不敢耽误你的前程，我怕深陷之后一无所有。不问年岁已何，不问往事浮沉，不问世事缺憾，愿你岁岁欢愉，即我此生所愿。今晚留下来陪陪我好不好？我还有事要处理，忙完就来找你，乖乖休息。慌慌张张的，做什么亏心事了？姐姐这么晚，你在这干嘛？车子半路坏掉，恰巧路过而已。既然到你家了，不请屋坐坐？屋里跟猪圈一样，要不我请你去旁边茶室坐坐吧。不如我去帮你收拾屋子，找你有点事，再给我一些鲜茶呗。日后给你送1斤都没问题。要不我和沈若冰一起陪着你过日子，岂不美哉？那个姐姐，我突然肚子疼，我先走了哈。刚刚在洗澡，还给你熬调理身体的汤水，没顾上看手机。你是不是去找别的女人了？哪里嘛，我心里只有你，怎么会有别人？我失眠睡不着，心里空荡荡的。我知道你气血不足，睡眠很差，这碗汤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我有点想你了，要不我搬过去陪你？你是不是给我下药了？浑身发烫，浑身出汗。这是祖传滋补秘方，调理身体，滋养气血，排出体内毒素。陆远，帮我拿一下衣服。
故意捉弄我。你给我喝的到底是什么神物？洗完澡皮肤白嫩到不需要涂抹护肤品？只是老家秘方而已。你一定藏着秘密，不许骗我。我怎么会骗你？真的是秘方而已。陪我去一趟公司吧，我想看看公司现状。好，我陪你。你的秘方若是做成化妆品，必定风靡市场。能不能把配方给我复制一份？只要你想要，我都给你。沈总，这几天联系不上您，把我们急坏了。沈总今日气色绝佳，状态太好了。来我办公室一趟。各大供应商集体断货，要求补齐欠款，先付款再供货。公司如今举步维艰。公司账户早已空空如也，之前入账的资金全部结算货款发放工资消耗殆尽，银行贷款逾期3个月，银行要求提前还款，否则将起诉查放公司。贷款一直在按期偿还，怎么会突然逾期？周总主张优先发放工资，报销开支，才延误了银行还款。你赶紧离开我吧，跟着我只会受尽连累。万一有我帮你，让你绝处逢生呢？你走吧，我要开会了。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开着你的车离开我的公司。沈若冰公司遭人算计，我需要你通过第三方暗中给他公司注资，不让他知道是我出手。帮忙可以，弟弟总得给我一点好处吧？先注资2个亿。事成之后送你1斤茶叶，没问题。下午5点资金准时到账。沈若冰马上就要破产，你的豪车迟早被查封，嚣张不了多久。趁早离开沈若冰，免得引火烧身。你还回来做什么？回来跟我一起坐牢吗？看似绝境，未必没有转机。小弟弟，你让姐姐办的事儿，姐姐帮你办好了。陆远，你够了！你身边从来都不缺主动贴上来的女人，温柔的、懂事的，对你趋之若鹜的数都数不过来。你明明有那么多选择，何必再来招惹我？何必给我不该有的希望？我现在才算看明白，你接近我根本不是真心，你把我当成你新鲜刺激游戏里的 NPC， 玩腻了，你随时可以转身离开，对不对？你胡说什么？自始至终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过半分二心。你要是不信我，我发誓给你。这世间总会有千般难万般险，你若一心向阳，山无遮，海无拦。陆远，对不起。好啦，别委屈了，我们回去吧。陆远，对不起，刚刚我不是故意的。你别生气好不好？那我跟你约法3章，以后不许随便吃醋，不许不听我解释乱发脾气，更不许再动手打我。做到了，我就原谅你。我都答应你，再也不会了。弟弟，你安排姐姐的事，姐姐都给你办完了哦。晚上你不请姐姐去按个脚？神经病！你是不是还有别人？你说实话，我发誓。沈洛，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沈总，这份文件明天需要用，我怕您明天不去公司，特意来找您签个字，先进来吧。沈总，我们的账上有1笔2亿的海外资金进入，备注的是投资款。什么？
我知道了，谁都不能动这笔钱，等我去了再说。沈总，陆远，我先走了。这下公司的危机算是解除了吧？这钱是不是你放进去的？我哪有那本事？不过别担心，既然都备注了投资款了，你用就行。不行，这钱不能动，我得让人去查查。行了，别担心了，我帮你去查。别担心这个了，你不是想要我的配方吗？你真的给我啊？你想要的我肯定都给你啊。谢谢老公。你刚刚叫我什么？老公。好吧，不哭了，不哭了，乖乖的。老公你真好，要不是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傻瓜，我不对你好，谁对你好啊？配方我没办法给你，但是我可以给你原液，你只要在生产线上稀释一下就可以了。你听我给你解释。老公，不用解释，你现在说什么我都相信。我知道配方这个东西的重要性。不是配方的事。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听你的。好，我明天给你带过来。老公，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单独聊聊。我发现从周成来公司以后，好像公司就有点不对劲。你觉得是周成在搞鬼？从他来了以后，我们的竞争对手总是优先于我们发布新的产品，而且配方居然和我们的一模一样。你怎么确定是周成搞的鬼？因为他来了不久，公司的资金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我找人帮你查一下，别担心了先。我感觉你在我身边，我再也不用自己扛下所有了。谁让我喜欢你呢？成哥，我今天听沈若冰打电话，公司账上到了2亿美元。消息属实吗？我听到的，静姐给他打电话了。我爱死你了！今天好好伺候伺候你。讨厌！陆远，我饿了。走，今天带你去个地方。走，我带你吃全江城最好吃的炒面。看一下，我身上就剩200块了，随便吃点就行。不用你花钱，跟我来。小远，是小远，真的是你！大姨，是我来看你了。好孩子，这么多年你还想着大姨，看你瘦了，是不是没好好吃饭？这是你女朋友吧？真好看，快坐快坐，大姨给你们做面。大姨是不是生病了？大姨一直身体不好，好像最近又加重了。大姨她病得很重，姑娘多吃点儿，看你瘦的，多吃点鸡蛋补身子。我上大学最落魄的时候，穷得连饭都吃不起，是大姨每天免费给我做炒面，偷偷给我加肉加蛋，护了我整整4年。她是我的恩人，她的病我有十足的把握治好，往后余生我给她养老送终，护她安稳无忧。小远能有出息，大姨心里比谁都高兴。当年我就知道你不是凡人。大姨，别摆摊了，夜里风大，您身体扛不住。大姨，我现在在媚雅集团任职，我给您安排集团后勤的闲职，不用干活，月薪2万起，所有社保福利都齐全。不行不行，小远你刚站稳脚跟，大姨不能给你添负担。大姨，陆远一直把您当亲人，您接受他的照顾，他才会心安。您的健康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成全。您护我年少落寞，我护您晚年安康，这不是拖累，是我应该做的。大姨，今天收摊吧，我们送你回去。好，好。小远，这车很贵吧？大姨这身衣服别把座子弄脏了。大姨，车就是代步的，脏了擦擦就行，您别拘着，以后好日子还长着呢。做梦一样，做梦一样。小远，你自己住的也不宽敞，还惦记着大姨。大姨，您先坐会儿，我去给您倒杯热水。大姨，这是我老家祖传的滋补方子，您趁热喝了，对身体好。这味道好香啊！
小远，你给我喝的什么？大姨这胸口好像没那么闷了。大姨，您先休息，明天一早我陪您去医院做全面检查。您放心，有我在。大姨已经安顿好了，你到家了吗？大姨的病3个月内必须根治，周成，最多3天，我让你原形毕露。这个好，这个也好。仙泉水，再配上100年野山参，熬制7日，大姨的身子就差不多好了。小家伙，知恩图报，善莫大焉。你的信性，老夫没有看错。前辈过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做人的本分。不过，老夫感应到有股阴邪之气正在靠近你在意的人，小子要当心了。前辈放心，谁敢动我的人，我让他生不如死。老者的警告绝非空穴来风，一场针对陆远身边人的阴谋已经悄然展开。找死！送外卖的大哥，你可算来了！这户的女士订了宵夜，我敲半天门了，她死活不开，电话也不接，我这单要超时了。谁订的？沈女士，尾号8864，备注写了陆远弟弟爱吃烤串，多放辣。大哥，你说我像个坏人吗？我容易吗我？若冰，开门吧，是送外卖的。你订了烧烤，还配注我爱吃？我忘了，我想着你照顾大姨辛苦，给你个惊喜，谁知道地址写成我自己家了。对不起啊。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你这脑瓜子一天天想啥呢？大半夜订外卖不跟我说一声，自己吓自己。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又是照顾大姨，又是忙公司的事儿，我想着让你吃点好的。好了好了，不过下次提前说一声，大晚上的你一个人在家，我放心不下，知道不？知道了，下次不敢了。累了一天，是不是很辛苦？有你在就不累。陆远，我生理期，身体不舒服，但是我好想给你。傻瓜，不舒服就好好休息，我陪着你，啥也不干。若冰，醒醒，出事了！怎么了？大早上的。小静昨晚把那2亿美元转走了，今天10点前就出境了，我得马上去银行。什么？2亿美元全部转走？小静她疯了吗？你先别慌，我现在就去银行，你在家等我消息，钱1分都少不了。我跟你一起去，那是公司的钱，我得在场。你去了也帮不上忙，你在家等我消息。那你千万小心，小静背后肯定有人指使。放心，我心里有数。媚雅公司账户，昨晚有一笔2亿美元的转账，是财务私自操作的，我要你们立刻冻结。先生，冻结需要法人本人到场。你们要是放行了，就是帮凶，到时候追究法律责任，你们一个都跑不掉。小静，你敢动他的钱，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沈总你好，我是风控部王建国，这笔大额转账我们已经紧急暂停，但需要您本人到柜台办理正式冻结手续。王经理，我15分钟到，在我到之前，交易绝对不能放行，能保证吗？您放心，已经标记为可疑交物，进入人工审理，不会放行，路上注意安全。钱保住了，现在就看刘月那边能不能找到小静了。
大岛上打电话最好有及时。昨天晚上小静转走的钱，银行那边我拦住了，但人跑了，得赶紧找到。想让姐姐帮你找，我把照片和身份证号发你，越快越好。我让我爸派人去找。江城就这么大，跑不了多远。我真是瞎了眼，养了一条白眼狼。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先把人找到，账一笔一笔算。爸，路远那边出事了，媚雅的财务总监小静半夜把2亿美元转走了，让咱们帮忙找。2亿美元，这丫头胆子不小。你把照片发我，我让道上的人去查火车站、汽车站、机场，所有出口都给我盯死。得嘞。照片上这丫头叫小静，媚雅的财务总监，昨晚把2亿美元转走了，现在人躲起来了。你们分头去查火车站、汽车站、机场、高速路口，找到人不要打草惊蛇，立刻通知我。刘爷放心，要不要通知警方？暂时不用，这是路远的事儿，他自有主张。去吧。周成，你要是敢在江城地界上搞事情，我刘麒麟第一个不答应。你们是谁？和照片一样，你就是小静，跟我们走一趟吧。我不认识你们。刘爷，人找到了，城北城中村17号楼。小静，你知道你干的事儿有多大吗？2亿美元，够你把牢底坐穿了。刘爷，我是被逼的。谁逼你的？周成。我不能说。你不说，我现在就送你进局子，10年起步，你自己选。我说，是周总让我干的，他说事成之后给我500万和10%的股份。把你刚才说的再说一遍，从头到尾一个字都不许漏。小静，你跟了我5年，我哪点对不起你？沈总，对不起，我是被周总逼的。他说我不帮他，就把我以前做假账的事抖出去。周成让你干什么？从头说。小静，你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沈总，您不报警？看在你跟了我5年的份上，我不追究了。从今往后，恩断义绝。走吧。你做的对，给他一条活路，也是积德。陆远，你说周成下一步会怎么办？他会慌。2亿美元保住了，周成的阴谋被彻底揭开，但真正的幕后黑手尚未露面，这场硬仗才刚刚开始。按照这个配方，大批量生产，用最差的劣质原料勾兑，越快越好。这样生产出来的护肤品会让皮肤过敏烂脸的，一旦出了事，我们根本兜不住。闭嘴！出事自有媚雅背锅，消费者只会认定是沈若冰的产品有问题，到时候舆论彻底压垮他，公司破产倒闭，我们就能坐收渔利。垃圾产品丧尽天良，价格那么贵，居然用劣质原料，沈若冰为了赚钱毫无底线，抵制媚雅，再也不会买，要求彻查赔偿。短短半天，公司口碑彻底崩塌，所有合作商纷纷解约，天价违约金，我真的撑不住了。别慌，这不是我们的产品，是有人盗取配方，造假售假，故意栽赃陷害。到底是谁？我们已经被逼到绝境，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周成还有沈路，他们蓄谋已久，就是要毁了你。我待沈路不薄，处处提携，他为什么要背叛我？人心不足蛇吞象，嫉妒和贪婪足以毁掉一个人。放心，所有伤害你的人，我都会让他们付出惨痛代价。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手里有真正的仙才原液，明天就让所有人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媚雅产品。你们真以为陆远是什么厉害人物？他就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全靠勾搭沈总吃软饭才上位的。不会吧？我看沈总和陆先生关系很好，看着很般配啊。般配什么？不过是沈总私生活混乱，看上他罢了。沈若冰年纪比他大那么大，若不是靠不正当关系，凭什么平白无故给他花钱？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软饭男。真的假的？看不出来。网上全是恶意谣言，明显是有人故意带节奏。
抹黑我们，太过分了。躲在背后，用龌龊手段嚼舌根，毁人名声。算了，别理会了。流言止于智者。现在公司已经内忧外患，不要再徒增麻烦。我不准任何人欺负你、诋毁你、践踏你的尊严。一味隐忍，换不来安稳，只会让恶人得寸进尺，肆无忌惮。这一次，我绝不姑息。假货只能仿造表面配方，永远仿不走我用仙材灵草萃取的核心原液。这才是媚雅真正的底气。若冰，这是我新配的仙材原液，效果比之前那批强3倍。陆远，我知道你有本事，但这次假货风波闹太大了，消费者现在根本不信任我们。正因为不信任，才要用最好的产品把口碑扳回来。这批原液我加了其他东西，修复烂脸只需要3天。3天？网上那些人恨不得今天就要我们的命。陆远，我不是不信你，我是怕什么？怕失败。你以前一个人扛着媚雅的时候，什么风浪没见过？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前再难，至少没人想要个都盯着我。盯着你，是因为你有让他们眼红的东西。若冰，相信我，这批产品绝对能翻盘。你只需要做一件事。什么事？开记者发布会，当着所有人的面，让那些烂脸的消费者现场试用，真假好坏一试便知。好，我信你。发布会定在后天上午，我让公关部准备。放心，这次我不会让任何人搅局。马上准备记者发布会。陈哥，沈若冰要开记者发布会，听说要推新品，还现场试用。新品？他还有什么新品？公司都快被他搞垮了，还垂死挣扎。我听说是陆源给他的配方，那小子邪门的很。上次那个仙茶原液的效果你也看到了。陆源又是陆源，一个穷小子，凭什么3番5次坏我好事？陈哥，咱们怎么办？要是发布会成功了，媚雅的口碑就扳回来了。成功？我不会让他成功的。发布会那天，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沈若冰的产品就是烂脸货。可是那批假货已经被曝光了，消费者都知道是假的了。谁说只有那一批？我再做一批。发布会当天，让图子当场烂脸，到时候记者一拍，直播一传，沈若冰跳进黄河也洗不清。陈哥，这太狠了吧！狠？不狠怎么上位？沈洛，你跟我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要是栽了，你也跑不掉。我知道了。小弟弟，都查清楚了，周成那孙子从小到大干的那点破事儿，全在这里头了。你可坐稳了听。这么快？这才2天，你就把他翻了个底朝天？你也不看看是谁出马？我爸在江城混了30年，查个人还不是跟玩似的？你慢慢看，保证精彩。怎么样，够不够他喝一壶的？光这些罪证，够他在里面待个10年8年的。很好，这些证据足够让他万劫不复，摔下万丈深崖。学历造假、挪用公款、转移资产，哪一条都跑不掉。现在手握实锤了，准备啥时候收网？要不要姐姐帮人帮到底，连他背后那个赵明一块人根拔了？周成只是个小角色，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赵明。打掉一个周成，赵明还能找第2个周成。你的意思是放长线钓大鱼？对，让他继续斗，让他觉得自己还有希望。等他彻底疯狂，把所有底牌都亮出来的时候，再一网打尽。行啊，弟弟，有勇有谋，姐姐没看错人。这小子有点意思。还在想发布会的事儿？放松点儿，明天就能见分晓了。陆远，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万一发布会上出了岔子，能出什么岔子？我给你的原液我自己试过了，效果你自己也看到了，你还怕什么？我不是怕产品不行，我是怕周成和沈璐搞鬼。他们要是敢来，我正好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他们。若冰，这次我等他们往里头钻。陆远，谢谢你，要不是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傻瓜，咱俩之间不用说谢，早点睡，明天还有硬仗要打。各位媒体朋友，各位消费者，感谢大家今天来到媚雅的发布会。我知道这段时间因为假货风波，很多人对媚雅失去了信心。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辩解，而是为了证明，媚雅的新品仙泉修复原液将免费提供给之前因为假货烂脸的消费者现场试用，效果如何？大家亲眼见证。
天哪，不痒了，我的脸不痒了，我感觉自己的脸清清凉凉的，这不是假的。大家别信他，这批产品还是假货。沈若冰就是拿劣质产品骗钱。周成，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这里有一瓶所谓的修复阳液，是我让人从媚雅内部拿到的。大家看看这瓶东西的成分表，全是劣质化工原料。沈总，您为了赚钱不择手段，连消费者的脸都不顾了，您良心不会痛吗？周成，你说那瓶是媚雅的产品，有证据吗？啊？当然有，这是从你们公司流出来的，上面还有媚雅的标签。有标签就是媚雅的，那我明天印1万张媚雅的标签贴在水上，是不是也能说媚雅卖的是假水？各位，真正的假货源头不是别人，正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媚雅前任总经理周成。你血口喷人！我这里有一份视频，是周成和沈璐在黑作坊生产假货的实拍，大家想看吗？按照这个配方大批量生产，用最差的原料勾兑，越快越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怎么会有这个？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周成，你以为你做的事没人知道？从你指使小静转走2亿美元，再到生产假货栽赃媚雅，每一笔我都给你记着。成哥，怎么办？你陷害我！这视频是伪造的！伪造？那你可以报警，让警察来鉴定。不过我提醒你，视频原文件我已经提交给警方了。什么？周成、沈璐，我自问待你们不薄，我让你当总经理，给你最高的薪水。沈璐，我处处提携你，把你当妹妹，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因为你不配！媚雅能有今天，是我在帮你撑着。你一个女人，凭什么坐在那个位置上？沈若冰，我就是不高高在上，你凭什么所有男人都围着你转？陆远凭什么喜欢你？所以你们就联手做假账，转走公司资金，生产假货栽赃。周成是吧？你涉嫌职务侵占、商业诈骗、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不能抓我，我上面有人。有什么话到局里说。沈总，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沈璐，你涉嫌参与以上案件，也请跟我们走一趟。沈总，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感谢大家的掌声，媚雅的未来从今天起重新开始。沈总，周成和沈璐被抓了，媚雅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媚雅会继续生产高质量的护肤品。这次假货风波让我们意识到公司内部管理存在漏洞，接下来我们会全面整顿，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那新品还会继续推广吗？当然会，这次的新品是由我的合伙人陆远先生提供的独家配方，效果大家刚才也看到了。我们欢迎任何人现场试用。我用媚雅的产品3年了，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次烂脸，我一开始也骂媚雅，后来才知道是假货。今天用了这个新品，我的脸真的好了很多。我想说，沈总，对不起，我错怪你了。不是我们没有保护好消费者的权益。从今天起，媚雅所有产品都会增加防伪码，大家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查验真伪。今天表现不错，像个董事长。少贫嘴，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拿到那个视频，周成他们还不一定认账。周成和沈璐只是开胃菜，赵明还没收拾呢。不急，一个一个来，反正有你在，我不怕。走吧，回家，大姨还等着咱们呢。小远，大姨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要不是你那碗汤，大姨现在还不知道咋样呢。大姨您别这么说，当年要不是您每天给我加蛋加肉，我早就饿死了。大姨，你就把这儿当自己家，等您身体彻底好了，我带您去旅游。你们俩好好的，大姨就放心了。小远，你可得对若冰好，这姑娘是个好孩子。大姨放心，我这辈子就认准她了。周先生、沈小姐，老板让我们来接你们。陆远，你等着，这笔账老子跟你没完！成哥，我们差点坐牢，我好怕。怕什么？老子背后有人。这次是我大意了，下次我一定让陆远死无葬身之地。
爸，我知道了。周末，好，我带他回去。怎么了？你爸说什么了？让我周末带你回家。我爸那人不太好相处，你得有心理准备。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女婿也得见岳父。放心吧，我有分寸。陆远，我爸妈他们可能会说一些难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为了你，什么话我都受得住。赵明不是好对付的，我得把精力多放在他身上。产业的事该交给刘月了，他办事我放心。弟弟，大半夜打电话又想姐姐了？月姐，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我手里的产业想交给你打理，你愿意吗？你说真的？全部交给我？真的，你办事我放心。而且我想让你帮我整合一下资源，搞个大动作。什么大动作？收购京市最大的美妆集团，改名远洋，我当幕后，你当台前。行啊，弟弟，你这是要干大事啊！姐姐跟了。赵明，你不是想在商界一手遮天吗？我偏不让你如愿。爸，陆远把所有的产业都交给我打理了，这小子是真信我。他信你，你就不能辜负他。这个年轻人不简单，能攀上他是咱们的福气。爸，我要收购京市最大的美妆集团，您帮不帮我？帮。我刘麒麟的女儿要干大事，老子倾家荡产也帮。得嘞，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这是收购协议，价格比市场价高30%，你们只有3天时间考虑。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刘总，这么大的事儿，我们需要时间。时间？我给你们3天已经够客气了，你们自己看看财报，你们集团亏了多少钱？再不卖，等着倒闭吧。3天后我等你们消息。对了，忘了说，远洋集团的董事长可不是好惹的主。震惊商界，远洋集团以天价收购京市最大美妆集团，更名为远洋集团，正式进军美妆行业。远洋集团到底是什么来头？神秘董事长是谁？听说这个董事长从来没露过面，太神秘了吧？弟弟，事儿办成了，远洋集团现在正式挂牌，就等酒会上你亮个相了。月姐辛苦了，酒会的事你安排就行，我只负责出场。你就不问问酒会什么时候办，在哪儿办，请了谁？你办事我放心，不用问。你呀，心真大。行了，我定在下个月18号江城大酒店，到时候全城的名流都会来，你做好准备。好，弟弟，你可别让姐姐失望啊。你就是陆远，听说是若冰资助你读的大学。是的，伯父，若冰对我有恩。有恩？我看你是赖上我们家若冰了吧？一个刚毕业的穷小子，凭什么跟我女儿在一起？妈，您别这么说。你闭嘴！陆远，我就直说了，你配不上我女儿。我们家在江城是有头有脸的，若冰的对象起码得是门当户对的。伯父，我知道我现在条件一般，但我对若冰是真心的。真心？真心值几个钱？你看你这身打扮，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还想娶我女儿？陆远，你在哪儿高就啊？我自己做点小生意。小生意？摆地摊也是小生意，捡破烂也是小生意，你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还想养我女儿？妈，陆远他很有本事，他帮我解决了公司所有的危机。帮你解决危机？就凭他，你是不是被他灌了迷魂汤了？伯父伯母，我知道你们对我有看法，但我向你们保证，我会让若冰过上好日子的。让他过好日子？你拿什么让他过好日子？靠你那张嘴吗？陆远，你走吧，以后不要再跟若冰来往了。爸，你怎么能这样？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你做主？你是沈家的女儿，你的婚姻大事得听我的。我告诉你，远洋集团的神秘董事长要办酒会，你给我去接近他，拿下投资。爸，您说什么？您让我去勾引别人？哎呀，若冰，你爸是为你好，远洋集团那是多大的体量啊！你要是能搭上他们的董事长，咱们沈家就发达了。伯父，若冰不是商品，她有自己的选择。你给我滚！再敢踏进我家谋一步，我打断你的腿！陆远，没事，我先走了，你照顾好自己。
若冰，你听好了，要么你跟那个穷小子断了，去远洋集团的酒会拿下投资，要么你跟沈家断绝关系，1分钱都别想从我这儿拿。陆远他对我好，他救了我的公司，救了我的命。救你的公司，那是他运气好。若冰，你清醒一点，那个穷小子能给你什么？他能给你豪车别墅吗？他能给你荣华富贵吗？我不需要豪车别墅，我也不需要荣华富贵，我只需要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你疯了！我是你爸，我会害你吗？你必须听我的。陆远，我爸妈让我去接近远洋集团的董事长。我知道，你爸那种人眼里只有利益。若冰，下课。我不会去的，我不想离开你。那就别去，听我的，你不用去接近任何人。可是我爸说，如果不听他的，他就要跟我断绝关系。若冰，你信我吗？信。那就听我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好，我信你。爸妈，我不会去的，我不会离开陆远。你说什么？你是不是疯了？你们要跟我断绝关系，我没办法。但是陆远，我不会离开他，他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你给我滚出这个家！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爸妈，对不起。若冰看到没有，远洋集团酒会的红色邀请函，这是最高级别的，整个江城没几个人拿到。陈哥，还是你有本事，那个陆远连门都进不来了。他连邀请函长啥样都没见过。这次酒会，我要让他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人上人。到时候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他，让他知道什么叫丢人。陆远，这次我要让你身败名裂。给你的远洋酒会的邀请函，金色，什么级别？最高级别。整个酒会就发了3张金色邀请函，你1张，我爸1张，还有1张我自己留着。我不太想去这种场合。你必须去，你是董事长，你不去像话吗？再说了，你不来，我怎么介绍你？行吧，去亮个相就走。3张，我托了多少关系才搞到的？远洋集团的酒会可不是谁都能进的。爸，给我1张，我给陆远。给他？那个穷小子不配进这种场合，穿得跟叫花子似的，去了也是丢我们沈家的脸。爸，陆远他也是什么？也是去蹭吃蹭喝的。若冰，你别犯糊涂了，这种场合他去了只会让人笑话。你们太过分了！怎么了？还在想你爸妈的事？陆远，远洋集团的酒会，我爸妈拿到了3张邀请函，1张都不给你。他们说你不配去。我也没打算去啊，我不喜欢那种场合，人多嘴杂。可是那是我爸妈故意羞辱你。若冰，你觉得我会在意这些吗？我在意的只有你，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陆远，你真好。好了，别想这些了，早点睡，明天还要带大姨去医院复查呢。酒会那天该亮个相了。弟弟，你到底来不来啊？酒会后天就办了，你董事长不来，我一个人唱独角戏啊？月姐，那种场合我真不爱去，一堆人端着酒杯假笑，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没意思。你就来吃个饭，亮个相就行，不用应酬，不用敬酒，来了我带你上台说2句话就走，行不行？行吧，看在你的面子上。谁的电话？刘月。催我去酒会，我答应了。真的？你也去？去亮个相就回来。怎么了？你不想我去？我想你去，但是我爸妈也在，周成、沈路肯定也在，我怕他们刁难你。他们刁难我还少吗？我脸皮厚，不在乎。陆远，要不我给你买套西装吧？那种场合穿得太随便了不好。穿什么去？我只有运动服。再说了，穿什么都一样，人靠衣装，但人不靠衣装。那怎么行？那是远洋集团的酒会，全江城有头有脸的人都去，你穿运动服去不是让人笑话吗？放心，我有分寸。
你还知道回来？我还以为你跟那个穷小子私奔了呢。爸，酒会那天，陆源也去。什么？他也去？谁给他的邀请函？他那种人也配进那种场合？可能是蹭别人的吧。我告诉你，那天你别跟他走太近，丢我们沈家的脸。爸，陆远是我男朋友，我跟他走在一起怎么了？你还有脸说？我让你去接近远洋集团的董事长，你倒好，死心塌地跟着一个穷小子。若冰，你爸是为你好。远洋集团的董事长，那可是大人物，你要是能攀上他，妈，我不是商品，我有我自己的选择。先生，请出示您的邀请函。邀请函我没带，没有邀请函不能进。这是顶级酒会，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哎呦喂，这不是陆远吗？你怎么在这儿？穿的这是什么啊？运动服？你是来跑步的还是来蹭饭的？陆远，你看看你，再看看别人，这是远洋集团的酒会，全江城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你穿成这样，不显丢人吗？穿什么重要吗？当然重要，你看看你这身地摊货吧，加起来不到200块，连给酒店擦鞋都不配。先生，请您离开，不要影响其他宾客入场。看到没有，红色邀请函，最高级别，你有吗？没有。连邀请函都没有，还敢来？陆远，你是不是以为这是你家门口的菜市场啊？想来就来。别过去，丢人现眼的东西。若冰，别管他了，咱们进去，别让人看笑话。你要是想让我认你这个女儿，就跟我进去。陆远，对不起。没事。陆远，连你女朋友都不管你了，真可怜。走吧，陈哥，别跟这种人浪费时间了，他连门都进不去。先生，请你离开，不然我叫人了。不急，我先打个电话。这个人我认识，就是个穷小子，他肯定没有邀请函，你们赶紧把他赶走，别在这儿碍眼。周先生放心，我们这就处理。王经理，你们酒店的安保怎么做的？这种人也让靠近？先生，请您立刻离开，这里是私人酒会，不对外开放。我是来参加酒会的。参加酒会？您穿成这样，先生，您别开玩笑了。我们酒店的规矩，衣冠不整者恕不接待。衣冠不整？他有衣冠吗？穿得跟叫花子似的。王经理，他是我朋友，跟我一起的。沈小姐，这位先生他没有邀请函，而且……什么朋友？我们不认识他。若冰，你跟我进去。别管他了，他进不去的。咱们走。爸妈，你们怎么能这样？你再闹，以后别回沈家。去吧，我没事。陆远，看到没有？你女朋友都不要你了，识相点，自己走吧。先生，请您离开，再不离开，我就叫保安把您请走了。你确定要赶我走？确定。先生，您别让我为难，我们酒店有规定，衣冠不整者，那我打个电话总可以吧？您请便，但打完电话请您离开。月姐，我到门口了，进不去，被拦着呢。被拦了？你没说你是董事长？没说啊，穿运动服来的，人家不信。你把电话给经理，我来跟他说。王经理，有人找你。喂，哪位？我是刘月，你是哪个部门的？刘总，我是大堂经理王建国。王建国是吧？门口那位先生，你为什么要拦他？刘总，他没有邀请函，而且穿的是运动服，我们酒店有规定。规定？我告诉你，那位先生是我的贵宾，他的邀请函是我亲自送过去的，金色的那张。金色的？刘总，我没看到啊。他没带，那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他是远洋集团的董事长，你敢拦他？刘总，我不知道。你现在立刻给陆先生道歉，他要是有任何不满意，你这经理就别干了。不，你今天就别干了。是，我马上道歉。陆先生，对不起，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您，请您原谅。王经理，你疯了吧？给一个穷小子道歉？周先生，您别害我了。这位陆先生，现在能进了吗？能进。陆先生，请进。等等，他到底是谁？凭什么穿成这样也能进？这个我不能说。周先生，你也别问了。成哥，不对劲，王经理怎么这么怕他？陆远，你到底搞了什么鬼？周成，你今天穿的这身西装挺好看。
陆远，你给我等着！陆先生，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您是……没事，你们也是按规矩办事，不怪你们。陆先生，刚才那2个保安，我马上开除他们，给您一个交代。我说了，不怪他们。听不懂吗？不，陆先生您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他们只是做了本职工作，错不在他们，在定规矩的人。是，陆先生说的对。走吧。为什么王经理那么怕他？我也不知道，王经理接了个电话就变了个人似的。成哥，会不会是远洋集团的人？这人谁啊？穿成这样也敢来？不知道，可能是哪个老板的司机吧，走错地方了。你看他那身运动服，地摊货吧，也好意思来这种场合。你不用跟着我，去忙你的吧。陆先生，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哎呦，什么味儿啊？这种人也配进来？哎呀，离他远点，别弄脏了咱们的礼服，一套好几万呢。他怎么进来的？谁让他进来的？穿成这样，把我们沈家的脸都丢尽了。你小声点儿，让人听见了更丢人。这个陆远真是个扫把星。陆远，你是不是故意的？穿成这样来这种场合，你是想让我们沈家难堪吗？伯父，我穿什么是我的自由，我没想给谁难堪。没想给谁难堪？你看看你这一身，你穿个运动服丢不丢人？妈，穿什么不重要，陆远他能进来，就说明他有资格进来。你给我闭嘴！你还护着他？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爸，就离这个穷小子远点。爸，您凭什么这么说他？他做错什么了？就因为他穿的跟你们不一样？他做错什么？他最大的错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配得上你吗？别废话了，丢我们沈家的脸！伯父，我没有丢任何人的脸，我来这里是因为有人邀请我。有人邀请你？谁？谁会邀请你这种穷小子？爸，够了，陆远，我们走。沈若冰，今天要是跟他走，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爸，您要断绝关系，我没办法，但我不会离开陆远。为了一个穷小子，不要爹妈了。妈，我没有不要你们，是你们逼我离开他，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陪在我身边。公司快倒闭的时候，是陆远帮我；我被人算计的时候，是陆远救我。你们除了逼我嫁给有钱人，还为我做过什么？别说了，这么多人看着呢，丢死人了。别哭了，我没事。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不委屈，有你在，什么都不委屈。哎呦，这不是陆远吗？穿成这样也敢来，果然是脸皮厚吃个够啊！成哥，你别这么说，人家可是靠女人吃饭的，脸皮能不厚吗？不然怎么当软饭男？沈洛，你嘴巴放干净点。沈总，您别激动，我说的是事实啊。你比他大11岁，他图你什么？不就是图你的钱吗？就是老牛吃嫩草也不嫌丢人。沈若冰，你是不是找不到男人了，非要找个比自己小这么多的？别理他们。可是他们……狗咬你一口，你还咬回去吗？让他们叫，叫够了就消停了。你说谁是狗？谁样生谁是。你这个穷小子，你狂什么狂？你连邀请函都没有，混进来蹭吃蹭喝，有什么好得意的？谁说我没有邀请函？你有，拿出来看看。看清楚了，金色邀请函，整个酒会只发了3张。那是最高级别的贵宾卡，他到底是什么人，能拿到金色邀请函？不可能有这种东西，假的，一定是假的！假的？你可以去问刘总，他亲自送给我的。走吧，那边还有龙虾，我帮你拿。陆远，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坏了？我一直都这么坏，只是你没发现。各位来宾，晚上好。愣着干什么？赶紧把那个穷小子赶出去。周先生，台上那位是刘总，
要不等等？在宴会正式开始之前，我要先向大家介绍一个人。他要介绍谁？这个人大家可能都认识，但你们绝对想不到他到底是谁。宴会正式开始，下面有请远洋集团神秘董事长上台致辞。董事长要露面了，终于要露面了！远洋集团的董事长要是能搭上这条线，我就发了。成哥，说不定董事长会看上咱们呢。陆远，你往哪儿去？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哎呦，他不会以为自己是什么董事长吧？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穿成这样还想上台？他真上去了！保安呢？不会的，他怎么可能？我正式宣布，陆远先生就是我们远洋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不可能！他是董事长，那个穷小子怎么会？他是远洋集团的董事长，我刚才把他赶出去。天哪！我刚才说了什么？我说他是穷小子，我说他配不上若冰。陆远，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若冰，别哭。感谢各位今天的到来，远洋集团能有今天，离不开在场每一位的支持，尤其是要感谢周成先生。你什么意思？没有你的百般刁难，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谢谢你，周成，真的谢谢你。天哪，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把董事长赶出去，我们还骂他是穷小子。完了，沈家完了，沈家完了，沈家真是有眼无珠啊！陆远，你这个傻瓜，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若冰，上来。若冰，嫁给我。从你资助我上大学的那天起，我就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报答你。后来我发现，我不仅仅是感激你，我是真的爱你。你比我大11岁又怎样？你不能生育又怎样？这辈子我只要你一个人，嫁给我好吗？好，我愿意，我愿意。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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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陆先生，之前是我们有眼无珠，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我给您道歉。陆先生，对不起，我们狗眼看人低，您大人大量，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伯父伯母，你们是若冰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父母，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陆远，谢谢你，谢谢你大人大量。若冰，妈对不起你，妈差点毁了你的幸福。妈，别说了，都过去了。快走，趁他们不注意，赶紧走。成哥，咱们去哪儿啊？先离开这儿再说。周成，你要去哪儿？陆远，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上面有人。你以为被保释出来就没事了？刘月，把证据交给警方。喂，可以进来了。周成、沈路，你们涉嫌职务侵占、商业诈骗、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逮捕。不可能，我上面有人，你们不能抓我。陆远，求求你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带走。怎么回事？谁报的警？赵明，你涉嫌商业诈骗、行贿受贿、恶意收购、指使他人犯罪等多项罪名，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你们敢抓我？不管你是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带走。
陆远，是你对不对？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赵明被抓了，警方根据你提供的证据，当即行动，人赃并获。知道了。各位，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幕后操控周成、企图吞并媚亚的资本大佬赵明，刚刚被警方抓获。赵明，那个在商界一手遮天的赵明，远洋集团的董事长，不光有钱，还有手段啊！若冰，爸对不起你，以前是爸糊涂。爸，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不说这些。陆先生，你可愿以余生为诺，聘沈若冰为妻，贫富不相离，病痛不相弃，相守朝夕，岁岁不渝？我愿意。若冰姑娘，可否决意相伴陆先生，贫富皆相守，疾苦亦同心，岁岁相依，此生不悔？我愿意。七哥！老刘，你看看，多好的一对儿啊！是啊，陆远这小子，我没看错人。真是的，又不是自己结婚，哭什么哭？真的吗？你确定？去医院检查了吗？几个月了？去医院查过了，2个月了。本来想早点告诉你的，但我想给你一个惊喜。